好了，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今晚上分享两位都80多岁的老同学的体会哈。他写的很短，但是很有意思啊。一位呢是范宝凤老师的哈，他说我想跟随李老师哈，继续深入的学习传统文化他为什么呢？说每一天呀都在值菩萨班践行传统文化，是每天都在值菩萨班，都在践行传统文化。而在值菩萨班践行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呢，自己身心都受益。说由于已80多岁了，晚上听直播有些力不从心有时候注意力难以集中。说我就每天早上早起听老师的回放，在李老师的具体指导下呢，练复归婴儿，练呼吸，身心均有改善。因此就好像觉得我真心离不开两岸时空一样另外一位呢是刘兆庆老师的一个体会他说李老师好，说一晃就老了，一晃就老了。说老了，但是我呢总记得你在课堂上的那句话，说我能为你做点啥。在前面也分享过这一课，在线下课中也讲过这个内容，就是我能为你做点啥。说这是我今后的座右铭，能做就不老能做就把温暖留给后人谢谢你用爱心点亮每个人的心。你看这两位老师他分享的内容很短，但都讲一个什么内容你看刘振兴老师讲说总记得那句话，我能为你做点啥。在生活中呢，他也就践行这句话。那范本峰老师呢，他就是也80多岁了就听这个两岸时空的分享，然后呢就是练呼吸，练复归婴儿，没有学很多东西，也没有练太多的东西，还身心均有改善。那今天要分享这个题呢，名字你也看了，说又多了一件马甲。我为什么分享这个话题呢？这话题的确我觉得既有意义，很有意义，但同时呢好像又会，我说完之后可能会触动到某些人的心灵。因为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位同学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到他家里呢，他看我去了之后，他突然进屋了，他说，然后换了一件衣服出来，然后呢就很不好意思说，我说刚才我去换了一件衣服，我说你这个因为很熟，我说你怎么还换件衣服干什么呀？他就不好意思的说了，说老师，过去我曾经跟你说过，但是我又没有做到。我去之前穿一件什么衣服呢？就穿了一件他在一个地方参加传统文化的学习的那个学习班发的那个衣服，就像一个马甲一样，发一个马甲。而他自己家里面呢有这样的马甲已经有好多件了，参加不同的学习班，第一期这个，第几期这个，什么什么交流会，什么什么研讨会，什么什么，好多类似这样的衣服好多类似这样的衣服。那么就说明什么呢？参加了很多这样的班，有一次他就觉得，好像我跑来跑去的，最终也没什么收获，看起来挺忙活，整天呢一会儿到那儿去了，一会儿到别的地方去了。咱们国家又大，有时候参加一个活动要坐火车要坐高铁要坐好长时间，来回这么奔波，看起来很用心的在学习，可最后呢收获不大。这之前我就跟他讲过，我说你最好怎么样呢？我说你学的这些知识已经足够你用了。这一点真的是这样。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关于传统文化的这些知识，儒释道科学知识，从知识来讲，完全够你修行用了。就你已经有了这些宝贝了，可是你没有去用它，然后听到那个什么我又去了，那个什么我又去了，最终结果啥也没弄成。之前说过，所以他现在又去学习，又用个新的衣服，说看到我去之后，他就不好意思了，然后把它换掉了。大家注意就是说，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喜欢什么呢？到处去参加这样或那样的活动。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去参加活动，懂道理多了就不好，并不是这样。但是就怕什么呢？我懂这些道理，参加这些活动之后，把你自己原本的那个唯精唯一的修炼那个心给弄散、弄乱了。一会儿弄这个，一会儿弄这个，什么都浅尝辄止。
最终什么也修不成。那么关于这种现象，我就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会成这样一种情况啊？他每天看起来好像经常每年风尘仆仆的，还好像收获满满，感觉自己走在求道的路上又进了一步。你看，参加这个活动，又参加那个活动了。但是你要想，当每一次你穿上那个新马甲的时候，这个马甲变新了，你要问自己，我内在的生命是不是也变新了？是不是有了新的成长？当然，这里的马甲不是说每次都发马甲，就象征着什么呢？你外在的那个标签、知识的累积、身份的那个象征，象征这些东西。那我得到这些东西，穿了一件一件的马甲，到底为了什么？啊，我就在分析哈，我就分析是为什么有人就会，我就把它叫做马甲的收集者。就像看一些好的东西，看手机短视频也好什么，你看这个好收藏起来，那个好收藏起来，你收藏了之后从来没再看过它。好多人，那为什么会有人会搜集马甲呢？我就从深层原因上看哈，第一点，就很多人把知识当成了智慧，而知识和智慧是完全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很多人一讲道理啊，讲理讲得很好，当遇到事儿的时候呢，心定不住了，神一乱，就那个道理和生命活动它结合不到一块儿去，遇到事儿就失去了对生命活动的关照，失去了什么？失去了那份觉知。知识只是外面的记忆，外面的装饰，而智慧呢，是内在生命的转化。我们如果把精神总盯在那些知识的记忆、外面的装饰上，就少了什么？少了内在的转化了。你光知不行的等于不知。阳明先生，你知而不行的只是未知，你不知。你懂得再多的道理，你不在事儿上去磨练，就那些知识只是成了头脑中的装饰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等于你穿上了这一件衣服的这个马甲，同时脑子里面多了一件知识马甲。马甲写了什么什么，哎呦，什么什么第几期，什么什么交流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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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甚至一些，比方说这件衣服是某某大师亲自签名的，这个围巾啊，这一条长围巾是某某大师亲手给的，哇，好像我得到这个了，我就怎么样了？那不是。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说你自己弄了一件更华丽的知识马甲，其实呢，只是头脑中的一些信息的堆积物，和你的生命活动相合甚少。大家想一下是不是？就到处去学，就把知识当成了智慧。智慧，你要用你的生命去觉知的，生命去觉照的，生命去实践。知识只是头脑记住就好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哈。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把什么呢？把在场当成了精进。在场什么意思？哎呦，这个活动我到那儿去了。你看我参加什么活动了？哇，那是一个多少人的活动。那参加那个活动了，我是如何在那儿又见到了谁了？见到谁是在场了。可是你在场了，外面热闹一下，你内在精进了没有？你把在场当成精进，那是没有用的。各个课堂啊，各个共修啊，这忙碌的，哎呀，我这很忙碌，我就制造什么？我很忙碌的一种修行的幻象，仿佛身体在场就等于心灵的提升。很多人就我到那儿去了，就好像我回来我就提升了，应该不是这样的。你到那儿之后，你心里没得到提升，到那儿有什么用呢？所以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什么呢？叫修行消费主义。修行消费主义，我们用金钱、用时间消费了就经历了什么一场一场的什么精神体验，就获得了短暂的那种心灵的那种慰藉。还有一种什么呢？获得了一种什么呢？我把它只能叫做社交满足。我到什么地方见到了谁，
又见到了谁谁谁谁谁，又见到了什么，又见到了什么，又跟谁照了相了。你看，说跟这个老师大师照了相，跟那个照了相，这是一种什么满足？社交满足。这些东西对你的生命活动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就认为我去到那一个场合才去修炼了，而恰恰忘记了修炼的根，修炼的那个场所在哪儿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在日常的工作中，在日常的接人待物之中。大家想一想，在什么呢？在无处不在的那个心中，而不是就到某某地方。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参加一个活动，并不是去真正去提升自己，去走进自己的心，而是去什么呢？要见谁了，就把它当成一种社交，满足你的社交欲望。就好像我在家里待时间长了，我就闷得慌了。为什么闷得慌？你走不进去，没走到生命之里面，就要向外面去寻找，去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在这活动又得到一些证书，一穿了新马甲，也得到了短暂的满足。就这种满足感只是短暂的，它不是长久，也不是根本的转化我们身心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哈？那么第三点，我就觉得什么呢？好多人就把方法或者把法门当成了目的。哟，说那个又学什么什么方法了，那个学什么什么方法了，哦，就拼命去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大家都你去学，就不断的寻求一些什么所谓高深莫测的神秘的方法，就好像得到某某方法之后，让你瞬间就什么，哇，就开窍了。然而本质上怎么样呢？这就陷入了一种什么呢？新马甲的搜集游戏。我收集游戏，你看我穿这个，我这什么什么修行班，什么什么修行班，什么什么什么，你得到很多方法。而这所有的方法，你不在于你得多少方法，而在于你能不能把一个哪怕是很简单的，比如就是观呼吸，就是站桩，很简单的方法，深入持续的修下去，这个才是重要的。你不然的话，你得再多的方法没有用。那所有的法门都是指向月亮的那个手指，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而不是月亮本身。今天用这个手指头指也可以，用这个指也可以，这个指也可以，小指，你不拿手指指，拿脚趾头指也可以，拿个小树棍指也可以，它都不是月亮。你整天就忙着去找他用哪个手指头指，用什么东西去指月亮，得到很多很多东西，你天天抱着这些东西，你也没到月亮那儿去。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所以很多人浪费很多时间，我就说那位朋友，他浪费了好多年的时间过去，他也把自己形容成什么？形容成课虫，上课那个虫子，这边上那边到处都去上去。那么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精神不够集中。一会儿能这不单单说这个精神不集中，当你真正坐下来锻炼的时候，精神也集中不了。为什么？他把最宝贵的那个觉知的那个能量啊，从内在的关照分散到外面的寻找，往外走了。就今天跑这个，不断的更换法门，吸取新知，就像不断的给你看，找这个弄这个，找这个弄，就好像不断的给那个种子啊换土壤。大概讲是不是这样？或者说呢，不断的给这个土壤换种子，那你怎么能发芽呢？怎么能扎根呢？怎么能长大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跑来跑去，跑的自己心灵还是一个荒漠，没有种子真正能种得下去。跑来跑去，自己心灵那个种子，想修行那个种子也变得干瘪了，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它真正扎根扎下去，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这边弄一点，那边弄，最后啥也没弄成，啥也没学，自己的整个身心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就那位同学就是这样，他跟我说：“哎呀，说我这好像跑不动了，啊，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为什么跑那么多去求法，为什么就跑不动了呢？光去跑去了，没去修，没有认真的去修，只是在一个假象里面忙活，好像是看起来是很精进，只是一件一件的获得一些马甲。那么现在就要问了，以后我们该怎么样做啊？我就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做减法，从追逐万法到什么呀？到一门深入，这个追，到一门深入。你需要有一种勇气和智慧，对一些所谓的这样或那样的活动说什么说不，对所谓的这样的方法也说不。好方法太多了，并不是每个好方法你都要去学，你光学了好方法，你用不上去，修不进去，那不也没有用吗？大家想是不是？所以这样需要有智慧，也需要有勇气，对这些东西说不，要选定自己认为合适的好的方法，我一门深入坚持下去。当然，这个坚持锻炼，那要给自己要提出，真的要提出要求出来。啊，我该怎么样去做？每一天什么时间做多少？要有一定的要求。当然需要，可能还需要一个团队，大家一起了，是吧？但更重要的呢，就是说把学到的，我认准的这一点，要在事儿上去用，事儿上去练，就踏踏实实的，把自己当成一个笨人，不要当成个聪明。我学了这个，好像把自己当成一个笨人。哎呀，我很笨，我就会这一点儿。我就做这一点就够了。哎呀，那个很好很好。哎呀，你们聪明人去学吧，我就练这个就行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工作中保持专注，在家庭中呢，你保持耐心。那么要在逆境中，你得保持正念，这些都是修行。所以，真正那个马甲呀，应该是什么呀？大家注意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马甲，但这个马甲不是说写什么什么班的这个马甲。真正的马甲是一颗柔软的心，一个清明的头脑，一个健康的身体。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去穿那个外在，哪怕这是某某大师给你的这个衣服，你穿也是外在，你的身体还是你的身体。所以真正的那个马甲是什么？要有个特殊的马甲，那颗柔软的心是那个马甲，清明的大脑是马甲，健康的身体是那个马甲。所以以后当再遇到这样的马甲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哟，这个马甲，我是不是一直要穿着它？我用不用穿它？我家里有没有？大家想，你是不是得问一下自己啊？我还有没有时间穿它？就这个方法，我有没有时间练？我已经有没有时间去练它？你得问自己。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而且再问自己：哟，我穿上这个马甲是为了让别人看呢，还是真正要修呢？我是这样让别人看我是谁呢，还是我要修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呢？那这些你不真的都得问自己吗？你还得看，哎呀，说我那已经有好几个马甲了，我有那几个马甲，我还有什么记忆呢？他们对我生命有什么影响呢？这个会不会也跟那个一样呢？我为什么要搜集这些马甲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已经掌握的这个知识啊，早已经够了，真的早已经够了。所以我们不单单什么，我不要再去穿更多的马甲了。就我现在有的一些没有必要的马甲，我要怎么样，把那沉重的马甲给它放掉，不要了。我是谁谁谁，我怎么样，这不都是马甲吗？这些马甲，这些无形的马甲，也要勇敢的怎么样，把它放掉，轻装上阵，用实修啊，为自己要织成一件新的。无形无相的，但是力量强大的一个什么生命铠甲，来保护自己。那用什么来织成一个新的生命铠甲呢？就不是一个让别人看的一个小马甲了，那必须用什么来织啊？用定力，用智慧，用慈悲。大家想想，哎，织成这样一个马甲，用这个马甲穿在身上，它才能够真正的护佑我们。穿过人生的迷茫困境。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所以
不能够说，我就跟那个朋友看那个情况，哎呀，就是到处收集马甲，那就成一个负担了。所以每个人我们要不要外面这个马甲，要有什么内在的马甲，用我们的慈悲，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安定的心，织成一件无形无相的，但是又强大无比的生命的铠甲，而不是可以去显示我身份的，显示我角色等等的这一些的什么一个漂亮的，但是又没有用的什么马甲。好吧，今天我们分享就讲这一些啊，我相信有的同学可能会有一些反思啊，就对自己的学习一些反思，说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有哪个是我能够深入进行下去的？但我希望两岸时候呢，我也知道啊，大概在我们每天进来直播的这些朋友很多都是我的老朋友了啊，对这些老朋友真的我想说一句真心话，你就认真的这样练。把心安定下来，那颗心真正能定下来之后，大家注意啊，那就是根本。你安定你的心之后，你不用管什么样的方法，当生活中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可能自然就会出来方法去应对。既然不动，感而随同。我们就要修什么呢？修这颗心，寂静灵明，这从根本上入手。有了这个根本之后，遇到各种事儿的那个法自然就怎么样，它就会出来。如果你没有了这个根本，你用再多的方法也是头脑在用，也是用已有的那套东西在用，遇到新的问题它还是解决不了。所以最核心最根本的，修一颗安定的心。好吧，我们现在我们一起站起来，开始锻炼啊。好，放松。安静。脚分开，正后8字。全身放松。两臂慢慢前抬，抬起的时候不是胳膊，而是安静。身体微下蹲，
借天不借地，就借虚空之力，将身体放松到虚空之中。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息相依。整个精神集中、凝练入丹田。头脑停了，似乎将七窍都闭合。
自我觉知。每当念头来了，有觉知，心息相依。有念头不可怕，觉知它就没了。心息相依，这神又落回当前。头脑恍恍惚惚，觉知至关重要。
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慢慢下落，重叠在肚脐上。两手分开，心息相依于无限虚空，敞开心胸，张开怀抱，慢慢上升。齐平，慈悲呀，爱呀，此化无限虚空，也包括自己的身体。肩膀，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者，慢慢下落。额头
面部胸是腹小腹腹归婴儿。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向上倒影，点命门，沿腿的后侧向下，腹归婴儿，头脑空空荡荡，身体柔弱无骨。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内侧向上，是肚脐中指点按，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静坐静养。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静坐的时间，我们不统一收了啊。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休息的时间。大家晚安。心息相依。